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观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古书云：昔日逢师传口诀，只教凝神入气穴。穴即下丹田，它上通泥丸，下贯雍泉，为先天大道之祖，逐日生之根，产前之地，千变万化之道，神妙莫测之机尽从此出。小观分享了道家吐纳术丹田呼吸法的初期，也就是一手关元，即呼和吸时意念想着关无穴的地方，也就是肚脐下4指的丹田处。不知道观友们有没有学会呢？今天小观又总结了一些丹田练气法，以便观友们能继续深入到丹田呼吸法的练习中期。即吸气时一手长强，长强穴得气，清气沿督脉上升，气冲百会；呼气时气沿任脉下降，气沉会阴，一吸一呼一周天，即寻小周天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观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1. 气照法。口眼轻闭，头身中正，下颚微收，含胸沉腹，鼻对齐，默运脑中先天性光，凝住丹田虚空之地，廊照牛眠着地永存不散，盲目幽日月之光，有夺天地造化之功。即神生气，即气生精，以精化气，以气化神，以神还虚，精气神内敛合一，达到万年居寂，一灵独绝。先天真一之气，自虚无中夹，丹田真阳自然萌生。2. 听息法。入静后听自己的呼吸之声，只感觉一呼一吸往下沉，息息归根。至于呼吸的快慢、粗细、深浅等，纯任自然。开始时可以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，以后逐渐达到听空间、听宇宙，用耳根听自己鼻中呼吸的气息，这是第一步功夫，听之以身。凡是呼吸系统正常的人，鼻中气息都不会有声音，但自己却能感知鼻中呼吸的一出一入，这是第二步功夫，听之以心。到心息泯然合一之后，则进一步就要以气听气了，实际上就是着意于听，以达到听其自然了。实际上则是听止于身，心止于服。此时心、听、息、形体、知觉一切都忘掉了，已进入虚静混沌，达到恬淡虚无，恍惚冥冥之境，真意与真气相合相化，这就是丹田之气。3. 胎息法。盘坐后放松入静，凝神丹田，呼吸时意想气从丹田中心周围慢慢扩充，同时腹壁稍往外张，略有膨胀感。吸气时意想气从丹田吸到命门，同时腹壁略内收，意念与呼吸保持一致，使呼吸毫无滞塞勉强之意。逐步把呼吸调到深、长、绵、细、匀、静、定，如此出细微微，入细绵绵，渐渐入而渐渐柔，渐渐和而渐渐定，至闭口连鼻，有息如无，对镜呵气不留失痕，羽毛进鼻不见微动，气聚丹田有充实浩然之感，有如龟蛇冬眠，对祛病健身大有裨益。4. 扩容法。练功时充分的放松入静，意念与呼吸充分配合，把丹田、命门、会阴、尾闾这一区域看作一个容积，使之逐渐扩大容量。呼气时使脊部、小腹部及腰底部往外扩张，吸气时气收回丹田，这样持续练功就会加大丹田的活动能量，起到快速汇聚丹田内气的作用。5. 压气法。在意念集中指导下，呼气时将气向丹田、尾闾部位催压、灌充，使整个下腹部的气机都活跃起来，一定要充分放松。此外，压气法还可以纠偏。当气机向上攻时，如果再用意向上领，就会导致出偏。这时用呼气往下压，又如引火进海归元，腹部压力增高，内气充盈，真气自然，
益助脏腑经络，四肢百骸，凡有疾病处，均经元气疏通修补，而达到治病健身、延年益寿的作用。6. 转圈法，站坐均可，放松入静后，两手在腹前意想抱着一个红色火球，两手在左右上下轻轻旋转，意想两手在火球的带动下高速旋转，待两掌间的火球实感形成后，再用意念将火球送入腹内，两掌配合动作，然后两手轻贴于脐部，稍停，再做丹田内气轻缓微柔的转圈运动，最后将手中球收入丹田，再一转片刻，静养一会儿收工。7. 景观法，练功入静后，意想丹田有一个红色的太阳或一朵金黄色的莲花，一个发亮的灯泡，光亮照透整个腹部及全身，温煦着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。通过住景生辉，意念的高度集聚，丹田可在短期内凝聚真元阳气，可出内视、培元、治三焦疾病之效。8. 微动法，放松入静后，做丹田尾闾部位或震动或摆动或涌动或转动，并使震波逐渐延伸到命门、脊柱、头部及全身，然后缓缓放松意念，逐步调查震动幅度，凝神内照，静守丹田后收工。9. 点火法，入静后意想丹田有一团火，按照点火、起火、养火的过程，养到丹田逐渐产生发热之景，这就是丹田内气萌生之时，可速调小腹发凉，治男性隐疾。10. 意守法，意守即意识指向于某种感觉或形象而言，意守丹田是一种强度适宜的凝神过程，其有收敛心神的作用。道家宫中的内视、反听、细圆、守刻、直中、抱元等方法，皆指专心一事一物而达到意识入虚之目的。古人强调不可用心守，不可无意求，用心者象，无心落空，有意无意是真功夫。一守要求似守非守，若有若无，不即不离，勿忘勿助。通过凝神一守，纳气归根，可以加快丹田内气的汇聚。11. 五行法，中医五行学说认为，世间一切事物皆是由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而成的。肺属金，色白；肝属木，色青；心属火，色红；脾属土，色黄；肾属水，色黑。练功时收心定意，先意想宇宙日月精华化作甘露，由头顶向下通透全身。两目内视，意想甘露变作白色气体散于肺中，再意想白色气体变成清水，由外向内浸泡肝脏，滋润透彻，再意想清水进入心脏变成红色气体，再变成红色照亮全身，再将红光收回心脏。意想红光进入中脘穴内深部变成金黄色光芒弥漫，充斥于脾胃，再将金黄色后移变成五色光朗照于两肾，最后将意气收藏于膀胱。五行相生，既可以集聚丹田真气，又可以加强五脏功能。12. 归元法，将自身小宇宙和自然大宇宙混为一体，把全身毛孔穴窍打开。呼气时，意想内气通过周身毛孔放射到空间宇宙，放射得越远越好。吸气时，意想自然宇宙氢气归于丹田，或呼气时，意想放射到天际宇宙。吸气时向丹田收缩，或者不用意念，通过全身毛孔一张一合，一出一进，与宇宙交换各种物质、能量和信息，达到内外混元归一，天人一体。13. 固本提气温养，第一回采用单盘、双盘或如意盘，以下半身牢固不动为佳，双手扶在腰际，精神集中，眼睛半开合，扣指36通，舌抵上颚，吞下唾液，
做一下深呼吸，吸入之气由食道入胃入丹田。第二定，吸入气后不必急着呼出气，先闭住呼吸，上半身左右摇摆，下半身稳若磐石，摇晃的速度不宜过快，亦忌前后摇摆，可先一响即可自然灵动，灵动由上向下运动，全身自然会微微震荡，更有助于气血的冲击。摇晃的时间全在一口气之间，闭到面红深赤，再徐徐将气吐出，动作反复如此。上半身的摇晃是瑜伽采肾水法，也是固本法之一。练功日久，功夫愈深，上述种种都是尽快练成丹田内气的具体步骤。到气聚丹田真阳形成，白色光团逐渐凝聚成明点，虚极静笃，随着腹内压力增高，丹田震颤，头顶时时跳动，眼前有光闪，耳际有风，全身有酥软快感，是内气旺盛之极。持续行之，自然积气冲关，元气由尾闾入循督脉上行玉枕之百会，再降重楼至降宫，沿任脉下降丹田，元气与呼吸相合相化，一吸元气入脑海，一呼元气入丹田，实现了气通小周天。这是炼精化气阶段，功夫进一步深入，胎息发动，元气直入四肢百骸，五脏六腑，气机上下流畅，全身12经脉、奇经8脉循环不息。练习中还必须善于开拓、顿悟、深化意境，体察细微，掌握真意，珍惜自身发展的自然规律，进而万法归宗，把各种方法都归到神、虚、道上来。故曰：此巧非凡巧，乾坤共合成，名为神穴，内有坎离经。所以说，通过练习可防治病患，强身健体，散布内气的绝佳效果。丹田练气法着重练丹田之气。以上就是小关分享的一些练习丹田呼吸的方法，希望能够对关友们有所帮助。喜欢小关的可以点点订阅，或者在评论区与小关进行互动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